大家好，这节课呢，我们来讲一下荷花的画法。那么我们在学习荷花之前呢，我们要知道啊，它这个荷花长什么样子，就是一朵花长什么样子。然后呢，我们还要知道啊，它每个花瓣长什么样子。因为我们知道了它的结构特点之后，我们知道它长什么样子之后，我们动笔的时候呢，才知道应该怎么去画，应该怎么把它表现出来。那么我们一起呢，来分析一下这个荷花啊，它具体长什么样子。我们可以看到呢，一朵花啊，它不是纯圆形的啊，它不是那种正正的荷花，对吧？它不是一个圆形的，它是有这种凹凸变化的一个圆啊，这是一个花的一个基本的形态，它是有这种变化的一个圆形，对不对？那包括这些啊，它是有凹凸变化的一个大形态。那么还有呢，我们再往细里面去看它，我们要研究它每个花瓣长什么样子，因为我们一朵花呢都是由一瓣一瓣组成的。那么它这个花瓣呢，我们来看到，它像一个什么形状呢？它像一个勺子形状。我这样比喻，大家可能会感觉到非常贴切。荷花的花瓣呀，就像一个勺子形状。这个是勺子的背面，这个呢是勺子的侧面，它有一些凹进去的一个特点，它不是直直的，它不是平的一个花瓣，而是呢它是向里面凹的，里面呀，对吧？里面是凹进去的这样一个形态啊，背面凸出来一点是凹进去的一个形态。那这是它每个花瓣的形态，这个是背面的，这边的话呢是稍微正面的，对吧？它是有一个。如果说用它来舀水的话，它是可以舀住一部分水的，对吧？这是荷花花瓣的最基本的形态，有正面的，有侧面的，有背面的形态，还有一些呢，像这个是向前伸的，向前突出的这种形态的话呢，也是一样。看它里面啊是有一个很厚的这样一个小凹槽的。那么我们知道这些之后，我们呢就可以运用刚刚知道的这一点知识啊。把这个花瓣给它刻画出来。那具体的怎么画呢？大家呀可以跟着我呢一起来练习啊。我们在画成幅作品之前，大家呢可以先跟着我呢一起啊把每个花瓣的形态啊先练一练。那么练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先运用白描的方式去勾勒它啊，先运用这个勾线的方式把它形态表现出来。我们可以呢找一根小楷毛笔。注意调一个中层次的墨色，不要调得太浓，也不要调得太浅啊，就是调一个中层次的墨色。调好墨色之后，我们来看一下，它是有背面的，离我们最近的这个啊，它是背面的，最大的这个它是背面的。背面怎么画呢？它就像一个小勺子一样，两头细啊，中间宽。画的时候呢，先画一半。两头稍微让它细一点，中间呢胖一点，对不对？中间是胖一点的，这个花瓣表现的就是这儿。但是啊，大家要注意，荷花的尖上呢要更加尖一些。荷花的每个花瓣的底部，对吧？这儿的话呢，它并不是一个尖的，因为这儿的话呢，我们如果说仔细看的话。我们来仔细看它这个根部啊，它这儿是有一个连接的地方，它是一个有一定宽度的地方。所以说我们在画荷花的花瓣的时候要注意，最顶上是最尖的，最底下的话呢是有一定的宽度的。画的熟练之后，可以怎么画呢？可以画成这种感觉的把它呀给它虚化过去了。因为有些情况下呢。这个花瓣呀，稍微角度侧的再大一点，它就是像我们画的这个一样，对不对？尖上比较尖，然后呢，底下呀是比较圆润一些的，非常简单的，我们就可以画出一个背面的荷花花瓣。那么背面荷花花瓣画好之后呢，我们开始研究它的侧面的。侧面的话呢，相对来说结构好像要更加复杂一些啊。我们别看它结构复杂，我们把它想象成小勺子形状，把它想象成小汤勺的形状，那你也会觉得很简单。我们来看一下，这儿是它的荷花尖部，然后呢，这个是有一个小小的弧线的轻微的一个弧线。这边的话呢，是想
左下方这样一个弧线，这边的话呢又是一个右下方的弧线，把它连接起来。它有一种凹凸的变化呀，它像一个小勺子形状一样。那我们画的时候，我们练的时候应该怎么练呢？首先啊，画出中间这根线条，稍微带点弧线啊，轻轻的带点弧线，这儿突出去啊，这儿向上凸，这儿的话呢向下凸，像一个 S 型一张啊。然后这边的话呢，这边我们不是向上凸起的吗？这边的话呢，我们让它呀向下凸起，连接到这儿。啊，连接到这儿之后呢，我们呀再从这个尖上这儿，要让它呢出现呀这种状态。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弧线稍微小一点，这个弧线呢稍微的让它大一点，那么它自然而然的会给人产生一种层次感，会自然而然的产生一种向里面凹进去的感觉，对不对？会有一种向里面凹进去的感觉。那么这个荷花呀，我们在勾勒的时候呢，就是以这种方式勾勒的。当然荷花的侧面花瓣它还有不同的形态，那比方说还有这样的呀，对吧？这个也是一样的啊。这种侧面的怎么画呢？这种侧面的花瓣怎么画呢？也是一样。我们要进行多练习，各种各样的角度都进行练习。这个是背面侧面露出来的少，然后正面的里面的花瓣呢露出来多。所以说呢，我们画的时候注意这个弧线弧度比较小，那么另一个笔触呢，弧线让它稍微大一点。那这个弧线小，这个弧线大，它自然的就能呈现出一种小汤勺、一种小勺子的一样的形态，对吧？那么大家呢一定要进行多练，各种角度的都可以进行练习。那么我多给大家来示范几幅，大家可以跟着我的一个节奏呢进行训练还有什么样的呀？还有比方说像上面这种的，对吧？还有像上面这种的，那也是一样的，像上面开的小汤勺按下去，提起来。按下去，提起来，按下去，提起来有没有注意到我的一个用笔的提按呀？之前我们主要分析的形态，那么学到这儿的时候呢，大家注意是有一定的用笔的提按更加明显了。上面靠近花尖的地方用的线条略粗，靠近花心的地方用的线条略细。为什么要这样用呢？我们来看一下真实的荷花它是这样的，真实的荷花的话呢，它的一个颜色是有变化的。靠近花尖的地方靠近这些花尖的地方，颜色是不是都要重一点颜色都要更加的粉一点，更加的红一点，对不对？靠近这个根部的地方，颜色会慢慢变淡，颜色都是慢慢变浅的，对吧？颜色都是慢慢变浅的我们要记住这个规律，我们即便是用墨色在刻画它，但是呢，也要遵循它其中的规律和原则。画的时候尖上墨色重那我没有办法去一笔把它画得很重那怎么办呀？我们运用粗细的变化，线条粗了之后，给人视觉感受它就是比较重的。所以说我们用笔的时候呢，要注意，一边练，在之后的练习过程中呢，要注意这个问题，尖上墨色粗一点，重一点，底下的话呢细一点对不对？那我们来继续来练习还有什么样的我们就可以多练。比方说还有这个是朝这边撇的，还有一些比方说我们这个朝这儿再来上一个花瓣，对不对？这个形态的侧面花瓣，还有什么样的形态的花瓣呢？都可以进行训练的。还有比方说朝正面的怎么画呀？画的时候呢，注意这个小勺子是朝前的，是吗？这种状态的有没有一种兜起来的感觉，对吧？水往那儿流下去它可以存好多水这个是朝正面开的这种花瓣的形态我们多多进行练习，各种角度的。那么我们呢，在训练的过程中都要进行训练。对吧？稍微侧一点的怎么画呀？这个是稍微侧一点的。那还有一些形态比方说再侧一点的再往下开一点的
对不对？哎，这种形态的啊，这是尖上稍微粗一点，到了根部呢稍微细一点，对不对？不断的去练习啊，不断的去进行训练。当然啊，还有一些花瓣，都是侧面的，还有一些花瓣呢，它是正面的，还有背面的。看这个是背面的，背面的我们也要多练啊。背面的这个花瓣呢，不仅是这种形态，那还有一些花瓣的形态呢，它是比较长一点的背面啊，它没有这个弧线啊，它没有这么多的一个节奏，它就是背面，但是呢，它长一点。有些这个荷花花瓣呢，它比较胖一点，对不对？有些是比较胖一点的啊，有些呢是比较瘦一点的，甚至有一些呢更加瘦一点，这种状态的也是存在的。还有一些呢，同样的用笔方式，但是呢，它却是正面的。我们这儿也画上一样的用笔，但这个花瓣，这一朵花瓣呢，就可以把它理解成正面的了。前面这些呢，前面这个花瓣呀是这个花瓣，对不对？那么后面这个花瓣呢，呀，它是里面的啊，它是这样的一个形态，形态是一样的，但是呢，我们上颜色的时候需要注意，上色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背面的花瓣颜色重，里面的花心呢，靠近花心的这一面颜色是浅的，对不对？颜色是浅的啊，记住这个规律。之后一会儿我们讲到上色的时候呢，会重复到这个问题，都可以进行练习。侧面的练一练啊，正面的练一练。那么有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进行简单的组合了呀。你比方说，我们画一朵花怎么画的呀？一个正面的啊，一个背面的，然后呢，旁边啊，我们再加上一个这个比较胖一点的，这个比较高一点的，然后旁边这儿呢，我们再加上一个呀，侧面一点的，是吗？我们通过刚刚的练习，我们正面、侧面都会画了，自然而然的，你就可以把它画出一幅比较不错的这样一幅荷花作品了，对不对？旁边这儿再加上一个花瓣啊，有没有感觉？这不就是一朵荷花吗？就是进行了组合的一个穿插变化。那么注意啊，画这种成幅作品的时候啊，画这个成朵荷花的时候，那么这些花瓣呢是有一个特点的，所有的花瓣根部都是聚在一点的，所有的花瓣的根部都要聚在一点上，那么它才能组合成一朵完整的荷花啊。我们来观察一下，真实的荷花是不是这样的呢？对吧？所有的花瓣呀，不管它朝向哪儿，不管它歪向哪儿，但是呢，它的一个最终的终点啊，都是这个根部这儿啊，都是连接荷花梗的地方，对吧？全都是穿插到这个根部这儿的啊，全都是穿插到根部这儿的。所以说呢，我们要记住，想要画出一朵荷花，那么每个花瓣我们要练会，还要记住所有的花瓣它的朝向都是朝向叶心的啊，都是朝向叶心的才可以。好，记住这些规律啊，大家呢可以进行练习。一张纸上呢，我们可以多多的进行练习啊，不仅可以练这样一些啊，我们可以自由搭配。因为真实的自然界当中呢，没有两朵相同的花。我们在画的时候呢，我们虽然讲写生，但是要记住啊，不是对着真的花，它有多少花瓣，我们也画多少个啊，没有必要。我们画的时候呢，把这些规律找到之后，画的时候呢，根据我们自己的一个审美去画就可以了。那比方说，我画一朵花，我想啊，画一朵朝侧面开的花，那么这个花瓣呢，看。全都让它朝这边啊，带风的感觉啊，有点风轻轻吹动的感觉。这个花啊，全部朝这边开。但是真实自然界当中，我又找不到这样的照片，我找不到这样的图片啊。真实自然界当中啊，我去荷花池了，它也没有这样一朵。但是我就喜欢画这样一朵，怎么办呢？运用这些原理啊，运用我们写生得来的原理去画它。这个是一个正面的啊，背面的花。然后呢，我们知道如果说想要画一朵花的话呢，它这些花瓣会有些呈现的比较胖，有些呈现的比较瘦啊，有些呈现的呢它是侧面的，有些呈现的它是侧面的形态，有些呈现的呢它是正面的，有正有侧，有这个大有小。那么是不是这就是一朵花呢？对吧？
很简单的我们就可以画出来。那么当然你说我这个花瓣呀，我还想再多加上一些，怎么加呢？我再加呗啊，想加的话我就再多加上一点花瓣，没有问题，对吧？我们写生学到的呢是真正的绘画原理，大家呢要活学活用啊，不要把这些原理呢运用的非常生硬，要活学活用，很自然的去刻画它就可以了啊。那么还有一点我要强调一下，为什么会出现有些花瓣比较胖，有些花瓣比较瘦？这个呢是有一定的原则的，就是说呢这个花瓣呀，这个花瓣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有些形态啊，就像这个。就像这个，它这个花瓣，我们来看一下，它是背面的，对不对？这个花瓣它也是背面的，它也是背面的，但是这个花瓣呀，非常的正，背面的非常正啊，就是非常正的一个背面。那么这个花瓣呢，是稍微有点倾斜角度了，对吧？就像我这个手背一样啊，我这个手背，看。这个花瓣胖的就好像我这个手背一样，现在的一个角度。那么我轻轻的稍微的转动一下，它这个弧线是不是给人感觉要瘦了一些呢？对吧？稍微要瘦一点了。但是呢，它又没有形成这种状态啊，它就是瘦一点，瘦一点，还有更瘦一点的花瓣啊，有胖一点的，对吧？还有这样瘦一点的。所以说呢，角度发生变化之后，它会有些花瓣比较胖，有些花瓣比较瘦。所以说自然而然的它会产生这种胖瘦的变化。实际上去观察花瓣的时候呢，你会发现，每个花瓣的大小是比较接近的啊，尤其是一圈周围的花瓣大小是比较接近的。它之所以呈现胖瘦的变化，是因为这种角度的变化。那么有些同学说了啊，那高瘦高矮的变化是怎么样的呢？是这个花瓣比较高，这个花瓣比较矮，这个花瓣比较高吗？我再来看一下。这样去看的话，同样是一只手啊，这样去看的话，大家有没有感受到？哎，这个是比较矮的呀，对吧？视觉感觉上是比较矮的。那么我把它放平啊，这个角度看，这个手又变得长了，对吧？这个手变得短了，手变得长了，它是有一定的角度变化。这个花瓣也是一样，有些花瓣呢稍微这样倾斜，有些花瓣呢是比较直的，比较立起来的，就会给人产生了一种高的。以及矮的这样一个高矮的变化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其实我们要懂得原理啊，想要画好画，一定要懂得这些原理，不要停留在表面。你说我要画的时候，一个高一个矮啊，像记背公式一样这样去记忆没有意义。我们画的时候呢，知道原理之后，我们在画的时候，你要知道，我们画的一朵花啊，它各个朝向都有的，它不是固定模式不变的。好多同学啊，刚开始画荷花就容易犯一个错误，画的花啊。大小都一样，每个花瓣啊都是这样一个花瓣啊，就像那个都是大小都一样的花瓣，对吧？都是这样画，画完之后没变化，没层次啊，有层次，但是呢没有大小的变化，它就是不好看的，对吧？就是非常非常平板的一个花，它没有变化，没有正反的变化，没有正侧的变化，也没有高瘦的变化，就不生动了。这是需要注意的一点。那么接下来呢？我再来讲一讲，一朵荷花呀，它不单单是由花组成，还有什么组成呢？还有就是它的一个花心啊，还有就是它的一个莲蓬啊，以及花蕊啊。莲蓬呢就属于它的一个花心嘛。它的花心的话呢，看一下，盛开的时候啊，通常呢它是黄色的啊，偏点这个绿色。等它熟透了之后呢，莲蓬会变成绿色的啊，非常绿的一个绿色，是吧？我们先看这种，不管是哪种莲蓬啊，不管是哪种花，但是呢，它的莲蓬啊，总的规律是非常具有规律性的。我们画莲蓬一定要注意，不是随便画的莲蓬，它像一个什么形状的？它像一个花洒一样。但是它真的是花洒吗？啊，花洒它也有规律的，对不对？非常像花洒，但是啊，它里面我来分析一下，它这些小莲子啊，不是随便乱长的。这小莲子呢，是一圈一圈生长的啊，这个就像一个小花洒，它的这些莲子啊，是一圈一圈生长的，一定要记住这个规律。我们在画的时候呢，
会非常的实用。一个莲子，两个、三个、四个、5个、6、7、8、9，是吧？哎，它是一圈莲子，非常规律的一圈。然后呢，里面啊又有一圈，1、2、3、4、5，是吗？这又是一大圈。然后里面的话呢，1、2、3，这3个又是一小圈啊。我画完之后，大家觉得哇，这个好乱呀。随便乱画的感觉像随便乱画的，实际上呢，我和大家说啊，它可不是随便乱画的，它都是有这些规律在其中的。我们来看一下真实的小莲蓬，这是我找了一个真的小莲蓬啊。我们来看一下，它是不是这样的？莲子是一圈一圈生长的，外面一圈，里面一圈啊，里面呢又有一圈，非常具有规律性啊。小莲子的话呢，小莲蓬是长什么样的？小莲蓬也是一样的。如果说只有2圈的话，那它就是外边一圈是吗？里边呀2个组成一圈，这是小莲蓬的形态。我们在画的时候嘛，要把它这个规律一定要给它抓住，一定要给它抓准啊！不管是画大写意还是小写意，那这个规律，如果说你画出来，会给人感觉非常的生动画面。好，那么我们一起来练习一下莲蓬的画法。那么莲蓬我们怎么画呢？就运用我们知道的这些规律方法去画它。这是莲子啊，莲蓬的话呢，它是一圈一圈这个圆形的是吗？其实它不是圆形的，看着像圆形，但是它是有变化的，它是有一定的，就是有些地方会凸出来一点。看这个小莲子的地方，有小莲子的地方它会凸出来，是吧？有小莲子它会凸出来一点会胀开一点。所以说我们画的时候呢，也可以把它这个规律给它画出来当然它并不太明显，不是所有的地方都凸出来，像有些地方它是平的，它是比较平的，对不对？所以说呢，这个特点可以突出，可以强调，也可以呢把它忽略都是没有问题。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莲子分布问题。好，我们一起可以来练习一下。练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选择稍微大一点的毛笔比方说那个小楷毛笔我们用着呢会稍微有点小了，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选择稍微大一些的去练习。可以选择呢，比方说点墨成金小号、点墨成金中号，或者是呢，雄狼尖毫都可以。画的时候呢，多种方法可以先从莲蓬开始画，也可以先从莲子开始画，都没问题。我来教大家一个先从这个莲蓬开始画那么是比较好掌握的。画的时候呢，先画一个圈就行先画这种带有凹凸变化的这个圈是吗？画上一个椭圆形，大的感觉像一个鸡蛋，但是呢，它又有一些这些椭圆形的一些这种凹凸的变化的感觉。那这是一个莲蓬的一个这个面，对不对？这个面，然后还有就是它的一个立面这儿有很高的，像一个像倒锥字形一样，从这儿垂下来锥字形一样。那么画的时候也是一样，所有的这些点呢交于一点，对不对？所有这些的话呢，它中间是有一些纹路的所有的这些全部都交于一点。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它真的是交于一点吗？它不是交于一点，它是交于一个小的斜切面。那这个小的斜切面，我们注意，这儿呢还有一个小细节很多画家可能观察不到如果说看一些齐白石的一些作品一些大师的作品，通常会看到他们这个地方都会画上一些短横线，不是直接连的这个荷花梗，而是呢这儿都有一个短短的横线，是吗？我们画的时候也是一样，画上一些短短的横线，然后呢接下来才是它的荷花梗这是符合自然形态的一个特点的当然有时候呢是可以忽略掉这儿的但是想要把它画得更加细腻生动一点，可以把它这个局部加上去。每个小莲蓬都有这样一个小局部的，对吧？都是有这样一个小局部的。所以说呢，加上去之后，这画显得会更加有细节，并且说呢，也符合我们我们画画的一个理念，阴阳的对比，阴阳的变化。这些线条全是竖的，突然间这儿来一个横的，这儿又是竖的，是不是有一个节奏感竖的、横的、竖的，它有一种阴阳的对比节奏感。画出来之后
非常漂亮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画莲子。画莲子的时候呢，不需要大家去对着这个数数啊，它对多少个，我们也画多少个，没必要。画的时候呢，记住刚讲的规律，一圈一圈的去画就可以了。看这儿是1个、2个、3个是吗？不管画多少个，它是画了一圈，然后里面的里面的莲心的话呢，再画一圈，对吧？就可以了。这就是莲蓬的一个画法啊，这就是莲蓬的画法。那么给人感觉看似很乱，但是让专业的啊，让懂画的朋友一看哦，你画的这个好生动。甚至不懂画的，他专门养莲蓬的一些老者，对吧？专门养了一辈子莲蓬的，专门养了一辈子这个荷花的，看到你的作品，他会觉得你的作品非常亲切，非常生动，因为你画的作品啊，这些细节都透露着这对生活的热爱，对生活的观察，对不对？那么这是空的莲蓬啊，它里面没莲子了，我们就不需要点莲子。那么还有一种状态呢，它是有莲子的，你像这个里面满满的莲子怎么办呢？莲子啊，这种状态是空的啊，咱不用管它。那么如果说想让它加上莲子，一个小动作咱就可以加上。它这个小莲子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就是有小黑点，每个莲子的上面啊都有一个小黑点，有没有观察到啊？都有一个小黑点。那么这个小黑点我们怎么去画它呀？它还有点凸出来的感觉，我们怎么去画它呀？注意啊，点小莲子的时候啊，这个是空的，这样画没问题。如果说你想把它调整成啊，里面还长着莲子的一个状态，那么仅需要一个动作，注意点小莲子就可以了。点的时候不要点在这些莲蓬的正中间，你看这个是圈嘛，啊，这都是圈，不要点在这儿，点在这儿啊，它没有凸出来的感觉。点在什么位置呢？点在这个位置。点在这个位置，大家有没有感受到这两个的不一样？这个是凹进去的，陷下去的，但是这个的话呢，有没有一种凸出来的感觉啊？轻轻一个小小的变化，对吧？有凸出来的感觉了吧？如果说再加上一圈，那更加有这种凸出来的感觉了呀，对吧？这个就是平的，这个呢就是凸出来的。所以说我们在点的时候要注意，顺着这个莲蓬的朝向去点它。如果说这个莲蓬朝向这边，那么我们点的时候呢，莲子就点在这个角度，对吧？莲心就点在这儿，点在这个角度，不要点在正中间啊。点的时候呢，要发生一定的变化，出来效果，给人感觉莲子一下就凸出来了。就是一个小的动作，所以说细节非常关键啊！不是随便乱点的。那如果说这个莲子我朝上怎么办呢？看我再画一个莲蓬啊。如果说我画一个朝上的啊，我们来画一个朝上的，大家都可以进行练习啊。我们分开去练，然后呢，在画成幅的时候，我们才能找到这种真正的绘画状态。这个是朝上的，朝上的也是一样，朝上的呢，这个莲子啊，也是先画它一圈，看有些莲子比较稀疏，就是这么2圈，然后点莲子的时候，注意啊，你就不能点在这个角度了，你要点在朝上的这个角度，对吧？你要点在朝上的这个角度，这样去点它。啊，你就不能在这个里面，对吧？你本来是这样的，你点在这儿，它就不像样子了啊，这就不太对了，不太符合这个自然结构了。朝上去点它，啊，左边的朝左，右边的莲蓬呢，同理让它朝右，对不对啊？这样去画。那么莲蓬，这是莲蓬的一个状态啊，莲蓬这是勾勒的一个状态。我们用写意画法怎么去更生动的去表现它呢？我呀，来教大家一个用写意手法去画它，大家可以先跟着练习结构，分析结构之后，我们真正去用写意画的时候呢，要进行高度的归纳、高度的概括了，对不对？这种情况下，笔尖上注意选择一支稍小一点的毛，笔尖上调浓墨，笔肚上呢保持水分，然后啊，我们画的时候，那比方说我们还画这个朝这边开放的，画怎么画呀？就是啊，把这些地方呢，用这个墨
啊给它画上去。画的时候注意侧锋行笔啊，把这个毛笔呢稍微放倒一些，侧锋按下去提起来，按下去提起来，按下去提起来。注意啊，提的方向都是朝向这个根部啊，都是朝向这儿的。然后提的时候呢，要注意，大家有没有感受到这个弧线是两头啊，是有一个弧线的。我们在画的时候也是要注意啊，它是要有一个弧线的，你不要把它画成平的嘛。每一笔每一画都是包含这些规律的，它是有一个弧线的，留出来的空白它是有一个弧线的，对吧？就是按下去提起来。啊，按下去提起来，然后呢，最终都交于一点上，然后呢，这儿按下去啊，它是一个荷花梗。那接下来背面怎么画呀？背面的话呢，还是一样，还用这个比较干涩的笔触啊，不要调太多水分，把这儿呢给它勾勒起来。这种啊，有一些凹凸变化的感觉，给它勾勒出来。然后呢，把它的莲子点上去，看中间啊。点上它的一些小莲子，感觉太干了啊，调一调墨，是吗？这就可以了。这就是一个侧面的一个小莲蓬嘛，又简单啊，然后呢又有这种写意的效果，经过高度的提炼，经过高度的概括得出来的，点上它的小莲子就可以了，对吧？很简单的，很简单。那么，比方说我们画成幅的荷花的时候，那通常呢，你说这个墨色的有点太重啊，墨色太重没关系，我们呢用其他颜色也是可以画的非常漂亮的。那比方说我们用绿色的，或者是这个黄色的，那你像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些，有些盛开的呀，它是黄绿色的感觉，是吗？黄绿色的感觉我们怎么画呀？黄绿色的啊，我们就画这一朵，好吧？我就写生它，但是写生啊，不是对着它照抄，是把它这个一些原理啊给它学会。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大的感受啊，整体是绿色的，这个没有问题，没有任何问题。那么它绿色里面它是包含变化的，仔细观察它。这边上面的地方是不是要更加的绿一点啊？下面的地方要更加的黄一些。这儿的话呢，啊，和我们之前讲的结构都一样，下面黄一点，上面绿一点，并且说呢，这种没长成熟的这个莲蓬啊，它这儿是比较圆的，它不会有那么多的凹凸变化。所以说呢，我们在画的时候，把观察到的一些细节刻画出来。可以呢，直接找一支毛笔啊，先调一个什么颜色呢？先调浅颜色，先调这个藤黄颜色。然后呢，笔尖上再去调花青，这样的话呢，毛笔当中它自然而然会有一种颜色的深浅变化。所以笔尖上再去调花青，这样笔尖上的颜色呢就绿一点啊，就更重一点，笔肚上的颜色呢就浅一些。那画的时候要注意，也是运用我们刚刚墨色画的手法，按下去提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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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吧？不断的提按变化，然后呢让它组成这样一个小小的莲蓬啊，小小的莲蓬。那么上边怎么办呢？在笔尖上再来点绿色，从这儿一笔压下去，画出一个平面的感觉就可以了啊，画出一个平面的感觉就够了，对吧？这就是一个小莲蓬嘛，高度的概括，对生活高度的概括，然后呢既生动，然后呢又形象啊，不是随便想象的。这些所有的写意画我告诉大家说，不是想象出来的，而是呢对生活的极度的热爱，极度的观察啊，极度的观察力，然后呢画出来作品才生动啊，才形象。那接下来呢，再调一个三绿色，因为这个莲子啊，我们可以看到其实非常不明显，它糊一起去了是吗？它的一个变化很少，只能看到那个小黑点儿。那我们画的时候啊，我们可以让它都是绿色，但是呢绿和绿不一样，这个是调出来的一个草绿色。那么呢，我们用一个覆盖性非常强的一个三绿色，
比较浓的3绿色去点它的莲子。点莲子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就要注意了，因为它很侧，你看这朵花非常侧面，点的时候呢不需要去考虑什么画几圈的问题，那画1圈就够了，画1圈就已经很不错了，因为侧面你再画的多了就太满了，画上1圈就行，对吧？就画1圈就够了啊。里面的小莲子啊没长出来呢，或者是呢太小了，不需要去画，规整它一下，简化它一下就可以了。画好这个之后呢，我们呀点上它的这个莲心啊。点莲心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用到一个颜色，可以用到这个胭脂颜色。因为这个莲心的话呢，我们墨色就用墨色去点，但是你像这么一个非常可爱的一个小莲蓬啊，非常鲜艳的一个小莲蓬，直接用墨色画呢，感觉颜色太重，可以用一个胭脂颜色啊去点它，对吧？胭脂颜色，哎，点上它的小莲子，这个小莲心就可以了。如果说还感觉不够，把这个小莲子啊给它勾勒出来，哎，用这个胭脂颜色给它轻轻的勾勒一下。勾勒的时候呢，要注意啊，勾勒的时候我们仅仅是把它下方勾勒一下就行啊，上面不要去勾勒它，仅仅露出来下面部分，上面被挡住了就可以了啊。这就是莲蓬的画法。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画一下它的一个花蕊。它花蕊的话呢，结构形态和其他的一些花卉是比较接近的，它都是什么样的？它都是这个有蕊丝啊，有这个花蕊。那么荷花的花蕊的话呢，它其实还是非常的多的啊，荷花花蕊很多很厚实。我们画的时候呢，哎，遵循这个自然规律就去画它就行。画的时候呢，我们直接啊用这个藤黄颜色，看花蕊是藤黄颜色的是吗？花蕊是黄色的，我们呢就调一个黄色，然后呢去给它加花蕊就行啊。加的时候呢，我们来看一下。它是比较平的，真实的荷花里面啊，它的花蕊以及蕊丝是比较平的。那我们在画的时候呢，要源于生活，还要高于生活。它太平了，我们这样画出来不生动。那怎么画呢？画的时候要加上一些变化。有些花蕊啊比较大啊，有些花蕊呢让它稍微小一点。有些花蕊比较密集啊，好4个花蕊并在一起了。有些花蕊呢又比较稀疏一点，看。这儿是和这一组有所分别啊，不要把它连在一起。这边的话呢，我们再画花蕊也是一样，有大的花蕊，有小的花蕊啊。这边如果说也能看到花蕊的话呢，它也是一样的，有大花蕊啊，有小花蕊，这样去点它。还有一些花蕊的话呢，我们可以看到它是竖起来的啊，它是竖直的一个状态，哎，也是一样，1、2、3、4是吗？3到4笔画出花蕊的形态就可以了。看，我再重复一下，再那个示范一下，看，1、2、3、4啊，1、2、3啊，3到4笔点上一组花蕊，然后呢，组与组之间它还有一定的穿插。比方说我们这儿再加上一组，这一组啊比较靠右侧，这一组呢比较靠左侧。有些啊，就是有些花蕊可能比较挨的花啊比较近，有些花蕊呢挨的花比较远，有近有远，有疏有密，有些点啊点的大，有些点呢点的小，有大有小。花蕊啊，这样点完之后，它才生动，它才形象啊。那么它的蕊丝呢是白颜色的，是吗？至于白颜色啊，我们在这幅作品当中啊，你像我们用的宣纸是白色的，用白颜色呢，它就不是那么太明显了啊。所以说，通常情况下呢，我们会在白颜色当中，哎，少量的调点黄啊，去把它这个蕊丝呢给它刻画一下，就是连接上吧，把这个花蕊啊连接到这个根部，连接到这个心部就可以了啊，轻轻一带就够了啊，就可以了。那么还有一些情况，大家可能会看到一些这个花啊，它的花蕊我们在画的时候呢，是用的一些胭脂颜色啊，一些重颜色。那么这种颜色情况下呢是这样的，我们来看一下，有些
它这个花蕊的话呢，它会呈现出这种状态，就是会呈现出呢，这种啊比较深的一个状态，因为它的花蕊啊，等它即将凋落的时候，即将开败的时候呢，它会呈现一种接近于胭脂颜色的一个颜色啊，它的花蕊丝呢也会从白色慢慢的颜色变重。啊，所以说颜色枯萎的感觉嘛，一种枯萎的感觉，就像莲蓬一样。莲蓬我们正常情况下看莲蓬，它是一个，它是一个刚开始的时候是黄色，慢慢的呢它变成绿色，绿色完了之后，最终呢它变成这个赭石色，它是存在颜色的变化。所以说呢我们在画的时候呢，经常看到一些画家，那包括有时候我也画成这样的，对吧？画成一种什么颜色呢？花蕊啊，把它画成一种胭脂颜色，那是经过了一个艺术的加工。虽然说盛开的花它都是黄颜色的为主，但是有时候呢，因为你的这个花呀，如果说画成白色的花啊，画成白色的荷花，那么你画完白色的荷花出来效果，你画这个黄色的花蕊，它就非常的不突出，非常的不明显。所以说呢，我们有时候可以经过艺术的加工处理，把它处理成胭脂颜色的。那我们可以一起来练一练胭脂颜色。画胭脂颜色的花蕊呢，也是一样的，用笔用笔的感觉大小的变化都是一样的，有大的，对吧？有小的，有多的，可能有些地方4到5笔，有些地方呢3笔，是吗？有大有小，有多有少，这样去点它的这个花蕊，点出来呢，显得更加的对比强烈啊，更能突出这个花蕊的一个优势，对不对？最后呢，再加上它的一些蕊丝啊，但是蕊丝的话呢，我们也是加以了变化啊，它的蕊丝还是黄色的呢，对吧？但是呢，我们可以用这个胭脂颜色去加啊，加完之后，它对比是非常强烈的一种效果啊，所以说这个也是大家呢可以进行练习啊，只不过调色不一样啊，用笔的方法都是一样的。有些花蕊可能这个是朝这边的，我们不画莲蓬，我们就单练花蕊啊，去练一练。所有的蕊丝的话呢，都是有向心性的啊，都朝向这一个这个中心这个地带啊。还有一些花蕊的话呢，看这个是朝两侧啊，朝周围发散的一个花蕊。还有一些花蕊呢，会呈现这种状态，就是说呢，花蕊啊是朝上的，围绕这个莲蓬啊包起来的感觉，对吧？围绕这个莲蓬包起来的啊，全是朝上的，也有这种状态的，所以说呢，都可以进行练习。各个朝向的，对吧？都可以进行练习啊。这是画花蕊的时候的一些练习方法。那么我们花朵的话呢，基本上啊，我们讲到现在啊，已经分析的非常清楚了。大家分开练习完成之后，我们就可以画出一朵完整的荷花作品了。我们以粉色荷花为例啊，我们既然说啊，国画啊，它可以写生是吗？我们就写生一朵花，就写生它一朵。就写生这一朵吧，好吧，就写生这一朵。那么我们写生的时候呢，怎么去写生啊？大家要记住啊，荷花的我们国画的写生不是对着作品原作去照抄，而是呢把它这些总结出来的原理方法画上去，运用上去。所以说要记住啊，我们画的这朵花，我们即将画的这朵花呢，是画的这朵花的一个大的感受。看这朵花是下雨的感觉，有点小水珠，下雨的感觉。荷花呀，它不是那么太完整的，它有些花瓣已经有点即将掉落的一个感受啊，即将变成残荷的一种感受啊。有些花瓣朝这边倾斜，有些花瓣朝这边倾斜，有些还露出来了莲蓬啊比较多，有些花瓣呢却很直挺，是吗？还很坚硬。有背面的，有侧面的，有正面的。那我们画的呢是它的一个大感受，不一定把每个花瓣要数出来全都画上去，那样就太生硬太死板了。该加的添加，该减少的减少。那么添加和减少的一个总的原则就是说呢，要有聚散的变化。看这边3个花瓣是比较聚的，这儿是空白的，是比较稀疏的。这边的话呢又比较聚啊，这边又是比较聚的。看其实是分为1、2、3、4、5大组，是吗？我们画的时候呢，就可以把它这5大组的感觉画出来，甚至说呢，有时候可以省去1、2组都没关系啊，不一定全都画出来。我们来试着呢画一下
大家呢也可以找一些类似的一些照片啊，或者是呢，如果说正好赶上夏天，正在学习荷花，那么呢，自己可以拍摄一些，或者是呢坐在荷花池旁边啊，真正的去写生一下，是最好的一个状态。好，那么我们就来写生这朵啊，画的时候呢，有些花瓣我们朝这边的，一起看一下啊。有些花瓣的话呢，它是朝这边开的，画的时候也是一样。用笔怎么样来着啊？稍微粗一点，对不对？按下去，提起来，按下去，提起来。看这个花瓣最胖啊，上面的花瓣呢稍微的瘦一点，再往上面去，这儿还有一个更加瘦一点的花瓣，把它这个花瓣的形态画出来就可以了。看3个花瓣。不一样啊，咱画的可不一样。3个花瓣，按照自己的一个绘画感觉画出来就可以了。它没有一个正侧的一个变化，轻轻一画。这边的话呢，又是一大组，这边啊，它就有了一定的变化，有侧面的，对吧？有很侧面的一个花瓣。这是一个侧面的，这儿还有一个凹进去的一个，小勺子一样的感觉。这边的话呢，又是一个侧面的。所有的花瓣都像心性啊，朝向这个心部啊。再有的话呢，远处还有一个花瓣是吗？还有一个花瓣，再往远处去画，它就是它的一些正面的花瓣了。正面花瓣呢，画的时候啊也是一样。这儿还有一个花瓣啊，这边还有一个花瓣啊。你看我们写生的，看国画写生不是一笔一画去照抄，而是说呢，画的它的一个大的感受，画的它一个大感觉。这边啊，它还有一个远处的背面的一个小的这样一个小花瓣。你说我们可以画吗？你可以画啊。你说我可以省去吗？不想画它了，省去也没事儿啊，省去也没关系的。比方我们就省去啊，先不画它呢，先省去它。然后这边的话呢，它还有一个侧面的凸出来的一个。这儿有2个，看1组、2组、3组、4组，完全符合自然形态，对不对？然后这儿的话呢，是它的小莲花梗啊，小荷花梗。还有就是它的小莲蓬嘛，小莲蓬啊，画上一圈是吗？我们可以运用勾勒的手法啊，或者是呢，我们先用淡墨，用墨色先给它画出来。也是一样，按下去提起来，按提的变化，把这个小莲蓬啊给它刻画一下。远处的话呢也是一样，先用墨色给它画出来。一会儿呢，咱再给它上颜色。那这朵花嘛，这就是国画写意手法的写生啊！不要去对着照片去照抄，把它的感受给它画出来就行。你懂得了，你经过之前的训练，你看到一朵花的时候，你可以很轻松的抓得很准。每个细节都可以抓得很准，画出感受就够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开始往下继续进行啊。这是一朵勾线的花，它是带有颜色的。这个花它是带有颜色的。那么这朵花我们怎么给它画得更加漂亮？怎么给它上个颜色呢？我也想画成粉色的。我们可以运用太白加曙红，这个粉色是可以通用的。你比方说牵牛花啊，粉色的牵牛花也是用这个颜色，其他的一些粉色都是一样的。太白加上曙红，一个最基本的一个粉色，对吧？太白加曙红就可以了。好，然后呢，找一根干净的毛笔，对吧？我们找一支干净的。然后呢，调太白，把这个太白颜色呢调成牛奶的形状啊。基本上画粉颜色的一些花卉系列呢都是这样，调成一个太白奶色的形状啊，奶色的感觉。然后呢，调好之后啊，刮一刮，不要让它水分太多。笔尖上调曙红，注意啊，是笔尖上调曙红颜色，笔肚上呢保持一定的太白啊，轻轻的过渡它一下。
然后呢，调好颜色之后，我们就开始画了。注意啊，它的这个花是非常具有特点的，花尖上啊是比较重的啊，花根部呢是比较白的，所以说我们画的时候呢，就根据它这个特点，笔尖朝上去画它，按下去，哎，轻轻这样一带，是吧，就可以了。让它轻轻的往下过渡，这边也是一样，轻轻的按下去，轻轻往上一带，这边也是一样，按下去提，按下去提一下。注意啊，还有一个更大的规律，就是说呢，这些背面的花瓣是非常重的，对吧？然后里面的花瓣的话呢，相对来说是比较浅的，对吧？所以说我们画的时候呢，要注意所有的背面花瓣，不管它，你看这个花瓣比较特殊，这儿非常亮，非常白，不管它这些特例，只管它的一个大规律。大规律的话呢，是背面的花瓣普遍的重。我们画的时候呢，就把它这些背面的花瓣普遍画的更加重一点，对吧？包括这些地方，普遍给它画的重一点。哎，然后呢，里面的花瓣总体画的浅一些啊。怎么浅呢？就是太白颜色多一点，笔尖上的这个曙红颜色啊少一点。你调一个淡粉色，笔尖这个时候是一个淡粉色，然后我们再来画它，哎，是不是感觉到有变化了？里面呀变浅了，里面变浅了，对不对？好，那这样的出来的效果呢，它是非常自然的，外面重啊，里面浅。那这就是荷花的一个画法啊，荷花的一个画法。那么它里面花心的话呢，我们也要进行加工处理。里面的话呢，怎么办呢？调一个藤黄啊，笔尖上我们少量的来一点点花青，哎，还是按之前的一些调色规律去染一染它就行，轻轻一带，轻轻一染。里面花心怎么着来着？画上一个三绿色是吧？点上一些三绿，莲子点上三绿色。然后呢，这个花蕊啊，花蕊怎么画啊？花蕊两种方法是不是可以用藤黄，也可以用这个胭脂啊？那比方说我们就接近生活一点吧，用这个藤黄色。多来一点藤黄。藤黄色啊，一定要调的浓一点，藤黄调的太浅，它就不好看，不生动了。调浓一些，然后呢，把它的花蕊啊给它加上去，看花蕊给它加上去啊，加上去之后呢，有大有小是吗？这个花蕊看露出来的啊，其实只是这一部分啊，远处这个呢它露不出花蕊，但是有时候我们为了艺术的加工处理，这个花蕊啊，我们把它看不到的部分也把它加上去，哎，这些地方也加上那么一两个花蕊，显得会更加生动一点啊，是这样的。然后呢，再加上一些蕊丝啊，蕊丝呢是白色的，我们的藤黄里面加点太白，把这个蕊丝呢也勾勒它一下，好就可以了。其实我们会发现，这样画出来的花蕊不是那么太生动啊，不是那么太好看，因为花呢它是粉色的，和这个黄色产生不了那种强烈的对比。那么这种情况下，我告诉大家一个小诀窍啊，就是说这样去画没问题啊，是可以的。如果说还想把它画得更加生动一点呢，可以调一个胭脂颜色，围绕这些花蕊啊，给它简单的进行勾勒，哎，勾勒出它来，勾一个小的这个边缘，哎，把这个边缘啊用这个胭脂颜色勾勒它一下啊，是不是显得一下就凸显出来了，一下就更加生动了，对不对？胭脂颜色呢，也可以点上这个小莲子的小莲子的小莲心，哎，就可以了。这样一朵花就画好了。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呀再来观察它。如果还想把它画得更加漂亮、更加生动一点，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花瓣上是不是有细节啊，有这些花纹的存在，对吧？它是有一条一条的花纹啊，一条一条的花纹的存在，围绕这个花瓣带弧线的花纹。对吧？每个花瓣上都有花纹的存在，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呢，我们怎么去把它刻画的更加细腻一些呢？我们是不是也可以加上一些花纹呢？
包括这些地方都可以看到清晰的花纹啊。我们看到一些国画作品，一些优秀的国画作品的时候，看到一些老先生啊也加花纹，那我们也是一样，我们也可以把它花纹啊给它加上去。加花纹的话呢，就可以直接用曙红啊加一点点胭脂就可以了。曙红加胭脂画粉色荷花的花纹。画的时候要注意要有一定的弧线，你不要画成直线，要画的时候呢要有弧线的感觉。顺着这个花瓣啊，它的一个长相，它的一个趋势画，中间是直线的，中间是比较直的，然后越往两侧去长的话呢，这个弧线就弧的角度越大啊，就这样去画它。把这个花纹画上去之后，显得这朵花呢就更加细腻一些了。对，这样去画它显得更加细腻一点了就。里面的花心还要画吗？里面花心可以画，也可以不画。里面花心如果画花纹的话呢，那花纹少量调点太白色，不要太重啊，浅一点，把这个花纹呢也可以加上去，对不对？就是说这画画嘛，就是这样一点一点的分析出来的啊。当然我们第一次分析荷花，我讲的非常细，大家呢跟着一起练一练。后面真正去画的时候呢，这些有些局部的地方，像这些花纹是可以加，也可以选择忽略，可以省掉不加的。是这样的。包括尤其是画大写意啊，有时候呢彻底就把它省掉了。这是荷花啊，它的一个画法。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看它的叶子画法。荷花叶子大家先想一想啊，荷花叶子是圆的吗？荷花叶子是圆形的吗？荷花叶子不细观察的话印象当中会觉得荷花叶子是圆的，一个圆圆的实际上呢，荷花叶子它不仅不圆它还非常变化丰富。它的一个叶子呢，它是有这些凹凸变化的，它就像一个绸带一样，它就像一个布一样，是吗？它是有这种凹凸的变化的，有些地方凸出去，有些地方呢凹进去，它非常软的一种感觉，非常柔的一种感觉，有凹凸变化。再有一点非常明显的特点，它也像一个小碗一样就像吃饭的家伙事一样凹进去，对吧？它是凹进去的，这些地方呢是可以存水的，对吧？它是两个主要的特点。第一呢，边缘不齐不像大家印象当中那样齐。第二个特点呢，它是不是平的？它是有凹凸变化的，它是凹进去的。正面的不齐，侧面的话呢，它就更不齐了，凹凸变化更加明显。那么还有一种呢，我们来看一下，侧面的话是可以看到它这个凹进去的一个厚度的。画侧面的叶子一定要把它这个厚度给它画上去。好，那么基于这些特点，我们呢可以进行对叶子一个训练。那么关于叶子的话呢，荷花叶子是绿色的但是我们一般大部分情况下画这个写意画的时候呢，我们会用一些墨色去替代它，因为绿色的话，花很漂亮叶子也画的这么鲜艳，也画的一个草绿非常鲜艳的一个绿，会显得有点抢攻的感觉有点这个冲突的感觉，是吗？所以说一般呢，我们会用墨色去衬托花的一个优美用墨色去画。那画的时候呢，记住这些规律，不需要把每片叶子画的这么一样。它的叶脉是吗？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叶脉是什么样。叶脉的话呢，从中间这儿中间这儿是一个小的叶脉一个小的叶心，然后呢周围这些也长了好多叶脉。它叶脉很多的我们需要都画上它吗？不需要画这么多。画的时候呢是进行总结、进行归纳、进行概括。叶脉我们知道中间是注意中间叶心是这样一个形态大家有机会观察真实的荷叶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它这个叶心不是一个圆圈，好多人认为是一个圆圈，它是一个分开的一个结构这个小细节很关键。那么它的叶脉的话呢，我们通常就把它归纳进行概括，不要画那么太多，画上这么几根主要的叶脉就够了。好，我来示范一下，大家可以跟着这个节奏去练。第一的话呢，我们选择
大一点的毛笔啊，稍微大一点的，比方说可以选择点墨成金大号，或者是呢，比方最大的那个书红羊毫也是可以的啊。先画正面的吧，正面叶子呢比较简单，画的时候记住不要把它画圆，不要把它画的圆圆的。笔尖上我们调浓墨，注意笔尖上调浓墨，笔肚上呢保持一定的水分。画的时候注意，即便是正面的荷叶，不要把它画圆啊，非常重要。画的时候这样画，用笔往外压，往回收，往外压，往回收，注意这两笔。一个比较凸出来，一个呢是比较凹进去的。然后第三笔怎么画呢？第三笔啊，两种选择。第一呢，再凹进去一点啊，然后呢，你可以呢这儿凸出来啊。那比方说，这是第一笔，这是第二笔，那第三笔呢，我们可以凸出来一点，是吗？有凸有凹，凹凸变化。我们刚刚总结的规律啊，它叶子不是圆形的，好多人啊画叶子。画的特别齐啊，画一个圆圆的，画的非常认真，就不好看了，就不生动了。画的时候要有这种凹凸的变化，有些凸出去，有些凸出来，有些凹进去。那么我们继续往下画，画的时候呢，看又凹进去了是吗？哎，又凸出来了，又凹进去了，又凸出来了，凹凸变化，这个叶子啊它就生动。那接下来继续调点水分啊，笔上水分和颜色太少了，太干燥了，怎么办呢？我们呀这个时候。笔尖上再少量的调点墨色，调的墨色呢没调浓墨，调的是一个中层次的墨色。画的时候呢，从这边把它包过来，按下去，对吧？哎，有些凸出去，有些凹进去，哎，把它加一加，调点水分，画一些浅色的感觉，是吧？就可以了。这就是一片荷花叶子。注意啊，为啥中间这儿咱要留出一块啊？中间留出来的感觉就是留的那个凹进去的感觉，它不是平的，它是凹进去的啊。有时候呢，我们容易把它画平，尤其是初学的时候，把这儿给它堵满了，填满了，填满之后呢，会给人感觉一种稍微发闷的感觉啊。当然，里面你堵满没关系，用干的笔触堵满可以。建议大家呢，前期练的时候啊，练成这种状态，就是它有一定的往里面凸的状态，但是呢，整体的中间是亮的，也符合我们自然的一个绘画的一个习惯，阴阳的对比嘛。叶子重啊，中间这个凹进去的地方呢浅啊，让它亮一点，自然而然的就可以产生出这种节奏的变化。那么叶脉怎么画呢？叶脉啊，画的时候，哎，我们可以选择这个雄狼尖毫，小号的，硬一点的毛笔去画它。笔尖上调浓墨，调好浓墨之后呢，注意啊，笔上的水分要少。画叶脉的时候呢，是中间怎么着，两个小的叶心，然后呢，外边啊画的时候呢，按下去，注意啊，中间的叶脉粗，越往后面的叶脉越细。按下去，提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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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要有这种提按的变化。不是直的，你不要画成这种线条，这种线条就生硬了。要按下去，提起来，对不对？这种它就不好看，哎，这种它就生动有变化嘛。画好叶脉之后呢，我还想再深入它。那么还有一种叶脉的画法呢，是这样的，就是两头啊加上一个小分叉啊，因为它的叶脉的形态的话呢，它这边确实是要分叉的，走不到终点，它会分开啊，它会分一个小叉，这是画的稍微细一点的。如果还想画的再细，那么仔细观察荷花的叶脉，你会发现上面呀，它还有更多的一些小的叶脉。你说我再加上一些啊，有点像那个鱼骨的感觉是吗？哎，也可以再加上一些叶脉啊。这些的话呢，就是根据大家的一个情况去加，加不加都可以，对不对？这样啊，它是一片叶子。这是正面的叶子啊，正面的叶子练习方法，大家可以多练，不一定完全按照我的这个一片叶子去练啊。大家练的时候记住我们的方法，我教大家的是方法，记住啊，我教大家的方法。大家练的时候呢，不一定这儿凸出来，你可以画的时候呢，这儿凹进去啊，这儿凸出来，随便去画。凹凸，只要一片叶子上面有凹凸的变化，那就够了，那就可以了。一定要记住这一点啊。
不要原封不动的照抄啊。第一张你画第一片叶子可以去画的很接近，第二片叶子多练，练的时候呢随意一些啊。我再来示范一下啊，好吧。正面的叶子呢不仅是长那样，还可以长什么样呢？大家也可以跟着一起来练习。笔尖上我们调点浓墨，调墨的方法要记住，这个是一个总规律啊。哎，还有什么样的？还有一些正面稍微侧面一点的，我不要让它朝上了，朝左上方。1、2、3，哎，调点墨，一笔长的，2笔短的，是吗？有凹的，有凸进去的，哎，感觉墨色太重了，调点水分。记住这些方法，记住这些规律啊，你画出来的它一定是生动的。看，有凹凸变化那就可以了呀，对吧？有凹凸变化那就是没问题的呀。最后呢，再给它呀穿插上一些干的笔触，哎，稍微这样蹭上2笔，中间比较干燥，比较亮，哎，周围的话呢比较暗，比较重就可以了啊。或者是呢，你说我中间我也想把它填补一下啊，稍微蹭它2笔也可以的，对吧？这个就是一个朝这边开的一个叶子嘛，一个叶子，对不对？它就不太一样了。所以说，其实画这个叶子啊是非常生动的，大家想朝哪儿画就可以让它朝哪儿长。这个是正面的啊。接下来呢，我给大家来示范一个侧面的叶子。侧面的叶子呢，变化就要更多一点了，变化就要更丰富一点了啊。侧面的叶子呢，因为它有一个凹凸的变化，它有一个这个凹进去的一个感受啊。那侧面的怎么画呢？侧面的我们啊，哎，找一个啊，大家在画的时候呢，可以进行写生的一些处理啊，就是说我们可以看着一些真的，比方说啊，我们就对着这个吧，好不好？对着这个，它有凹进去的感觉啊，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叶子，这边叶子露出来正面叶子很少啊，然后这边的叶子呢，这边的叶子露出来很多。啊，这儿的话呢，还有一个 U 字，突出去的一个厚度。那么我们画怎么画呀？就根据这些观察到的方法去画它呗。还是笔尖上注意调浓墨，笔肚上呢保持水分。前面的叶子呢，稍微让它重一点用笔，这个颜色重，这个颜色浅啊。我们画的时候，这边墨色重，这边呢让它墨色浅。那怎么去画呀？用笔的时候呢，看1、2，哎。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正面叶子翻转的一个状态。然后呢，再有啊，就是它正面叶子啊，另外的一部分啊，它比较大呀，也是一样，要让它有凹凸变化。看这边有凹凸的变化，远处的话呢，它也有凹凸的变化。处理它一下，对吧？就可以了。这儿的话呢，也是一样，要留有一个空白啊，它是凹进去的嘛。留有一点空白，显得会更加生动。还有呢，就是说它，荷花它是有一个这个，凹进去的一个厚度。侧面的叶子呢是可以看到这个厚度的。用淡墨，注意用这个淡墨，用干笔去画它，把它这个厚度呢，给它表现出来就可以了。那么这样画的话呢，我们会发现啊，它不太像。因为它缺少一些细节。接下来呢，运用勾勒叶脉的方法去勾勒它这个叶脉啊，把它的形象呢细化它。勾勒叶脉的时候呢，要注意啊，它的叶脉啊，这是它的这个花梗嘛。画的时候呢，从它的花梗去往外长这些叶脉，对不对？这边也是一样，往外啊长这些叶脉啊。画完叶脉之后，有没有一种感觉，一下就生动了？里面呢也是一样，这些叶脉的话呢，看顺着这个势去画它啊。这个叶脉呀，注意不要画成平行的，而是呢要从叶心往周围去发散去画这个叶脉啊就可以了，对吧？这就是一个侧面的叶子。当然呢，大家可以进行多练啊，朝这边的侧的，朝这边侧的啊，各个角度的都可以私下进行练习。那么稍后呢，就是之后的一些内容当中，我们画成幅作品的时候，
示范更多成幅作品的时候呢，还会再讲到这些翻转的叶子的一些用笔方法啊，一些处理手段，它有很多种的，好吧？这个叶子我们先讲到这里，接下来呢还有最后的一个环节，就是荷花梗。荷花梗啊，就比较简单了。荷花梗的话呢，我们就调一个浓淡啊差不多的一个墨色就行。调好之后呢，注意啊，把毛笔呢可以调成扁平的状态，不让它太尖了。你看这种状态太尖的状态下呢，不让它这种呈现这种状态，把它调成扁平的状态，蹭一蹭，把它按扁。按扁之后呢，从叶心的地方往下滑动，去画它的荷花梗。那这是一种荷花梗的画法。还有呢，就是可以运用托笔的方式，一边画一边呢转动毛笔，是吗？这样去画这个荷花梗，轻轻的转动它，一边画一边轻轻扭动，出来这个荷花梗呢，它是一种更加自然的一个状态。这种呢是比较规矩的，这种更加自然的，对吧？这是练习荷花梗的方法。大家呢可以进行多练啊，比方说垂直的，还有一些呢这个荷花梗啊，它是比较弯曲的，从这儿转过来，又从这儿啊又穿过去，是吗？各种角度的荷花梗，大家呢就进行各种的练习就行啊。我给大家就是提供这个思路，对吧？朝这儿这个荷花梗，我朝这儿又有荷花梗，多练啊，多练。练完荷花梗之后啊，我告诉大家一个小秘密。就是说画荷花梗上啊，它有小黑点儿，那个小刺儿啊，那个小刺儿怎么画呢？好多人点小刺儿点的乱七八糟。其实呢，我总结出来了一个非常好玩的一个规律性。点的时候呢，就像那个基因螺旋一样啊，它是围绕这个荷花梗啊这种感觉去点的。它是有这种这样去点它。当然我画的是非常规矩的，我们实际在点的时候呢是非常零散的啊，是对吧？放松去点就可以了。点的时候呢，我们来示范一下，用浓墨，一定要用浓墨去点，看是不是我是围绕这个点的。点完之后，让观者看不出是这样点的，但是呢，给观者的感受呢，哇，好生动，有聚有散啊，有这边的有这边的感觉好生动。其实呢，记住总体的一个规律就是围绕它去点就行了。对吧？就围绕它去点就可以了。看我的一个手感，看我的一个画感，就是这样点的。但是呢，还有一个规律性一个比较普遍的一个规律呢，就是说上面的荷花梗的刺儿比较密，下面的荷花梗的刺儿呢比较稀疏上面点的稍微多一点，下面点的稍微少一点当然这个规律呢可以用也可以呢不用太刻意去表现它有这么个意思就够了。看，全是围绕它去点的，对吧？围绕这个荷花梗去点就可以了，对吧？这就是很简单的，掌握这个规律，你会感觉哇，点荷花梗原来我也可以点的这么自然，也可以点的这么潇洒好多人点荷花梗点的非常认真这样这儿2个这儿3个，还要数着数然后这儿又2个这儿又1个。其实点的状态不用那么费事运用这种转圈的感觉，可以画的非常自然的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分解教学的步骤。我们今天呢不要浪费这张纸嘛，我们可以再拿出刚刚我们画荷花的那幅。你看我们这个是画了一个花是吗？现在已经有点干的感觉。那这种你说我们能把它完成吗？你说我今天我画了一个非常漂亮的花，那么我想把它画成一幅完整的作品是吗？可以把它继续完成的。根据我们刚学会的叶子，把这朵花呢搭配上一个叶子，把它画成一幅完整的荷花的作品。怎么画呢？让我们叶子画哪儿叶子我们可以画在这边，可以画在这边。就画一片正面的叶子吧，比较简单一点的今天呢，就给大家讲一个比较简单的，示范一幅比较简单一点的，好上手一点的。笔尖调浓墨，画的时候呢，注意凹凸的变化，注意有些凸出去有些凹进去就可以了。
不管怎么画啊，你只要有凹凸变化，哎，只要呢用笔的方向啊，基本上保持一个往外带、往回收的一个动作，那么出来的叶子呢，它都是没啥大问题的啊，都是比较生动的。看一片墨色叶子，一朵非常漂亮的粉色的花儿，是吧？哎，有了对比感啊，它就生动了。那么这样的话呢，它还感觉不太够啊。我们上边我们可以再加上一片小叶子，向下低垂着一点点的小叶子，一个侧面的小叶子是吗？哎，露出来这么一点点的小叶子，哎，轻轻一带啊，简单蹭上这么2笔。太干的话呢，调些水分补一补。然后呢，笔尖上来点浓墨，调成扁平的状态，开始画它的荷花梗了呀。荷花梗的话呢，也是一样，从这儿往下带它，这是一个荷花梗。这边的话呢，也是一样，哎，从这儿啊再画一个荷花梗下来。这边的话呢，这个荷花梗啊可以忽略掉，因为它挡住了，可以不画它也是没问题的。然后呢，点上这些细节，比方说我们可以加上叶脉啊，加叶脉呢可以用雄狼尖毫。你说这种小作品，我们也可以用小楷毛笔去加，也是没问题的。注意加的时候呢，叶脉要按下去提起来，按下去提起来，按下去提起来，要有粗细的变化啊。上面的叶脉也是一样，看不到叶心，但是呢也要体现出这种变化才行。点上叶脉啊，荷花梗上的一些小刺状结构，对吧？这就是一幅小作品嘛。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小作品呢，它还是稍微有点单调啊，因为一幅荷花作品当中呢，通常我们会加上一些补景啊。我今天呢教大家一个非常简单的补景啊，就是水草。我们先来跟着我呢先感受一下，后期呢我们会有单独讲到啊，就是水草应该怎么去处理。用藤黄调点花青。注意画水草的时候呢，水草啊，就是那个荷花里面的水草，不是那个养鱼缸里面的水草。鱼缸里的水草它太软，荷花池里面的水草它是非常硬的，啊，非常直、非常高的。画的时候呢，直接啊，花青藤黄调一起是吗？然后画的时候呢，注意啊，按下去提起来，按下去提起来，哎，按下去提起来，按下去提起来。有些水草呢稍微高一点，有些水草啊稍微低一点，围绕这个荷花梗去画它，围绕这个荷花梗去画它，粗细的变化，然后画的不要太多，注意啊，有这么一大组，这边的话呢加上一小组，这个水草是从下面长上来的，下面也要加上一点啊，有一大组，有一小组就可以了。那么有些水草的话呢，可能还歪着头是吗？哎，出现这种状态也是可以的。啊，那以上嘛，我们就一幅作品嘛就完成了。加上水草之后，显得就更生动了。那么也可以加上一些浮萍，花青加藤黄啊，调成草绿色。笔尖上呢，我们可以加上一点墨，或者是呢加上一点这个胭脂都可以，把它放平。毛笔放倒，点浮萍的时候要注意，不要点的太多，要点的有聚有散。有些地方啊浮萍比较多，看有些地方浮萍比较多，有些地方的浮萍比较少。点浮萍的时候呢，看有些地方啊浮萍大，有些浮萍小，大小的变化、聚散的变化啊都要找到。好，轻轻一加就可以了。这些的话呢，我们后期在画成幅的时候呢，都会单独的去讲到这些内容啊。好，那这样的话呢，这幅画嘛就完成了呀。我们可以把它提个字儿。题字啊，我们就题在这边吧，简单的一幅小作品啊，题字提个姓名就可以了。
扣上印章。好，那么以上这些呢，就是我们今天所要讲的内容。内容呢是比较丰富的，大家呢可以在这堂课的学习呢，分开多练习啊，不要求大家一天全部都掌握住啊，而是呢，要多练啊，学会了原理，学会了方法，那么按照原理和方法呢去进行训练就可以了。啊，喜欢荷花，如果说你非常喜欢荷花，那么建议你呢可以把荷花练上3到5天啊，练上这么10天半个月的。如果说特别喜欢荷花，甚至说呢，你单练荷花，单练上它半个月、1个月，对吧？都是可以的啊。因为荷花的话呢，它的一些用笔用墨呀，其他的一些题材都可以用上啊。那么好，这节课啊，我们就讲到这里先。